10万披甲士卒，数十位武者高手连续行军数日，竟只为攻破一座小县城，然而却被一名神秘高手一个人给拦在了城外。这位前辈不知为何要来阻挡我等。尽管男人只是个没有丝毫武力的普通人，手上拿的还是一把木剑。尽管这10万人里面还有宗师境的武者，但在这10万人眼中，男人的气势竟比宗师境的武者还恐怖。我于10岁开始练剑，修炼至今皆位于同界无敌。如今无已领悟剑道最强奥义，今日便想要拿你这10万大军练剑。我承认阁下的实力很强，但若想以1人之力对抗我这10万大军，阁下未免太狂妄了吧？若你这10万大军能有1人接我一剑而不跪，我可为你北蛮效命10年；如若不能，你这个主帅给我跪地磕3个响头，大军就此退去，如何？好，本帅在此领略阁下的剑招。看好了，此乃我新悟的剑法。此剑一出，凡人要跪，帝皇要跪，仙人也得跪，故此剑名为仙人跪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居然可以让我一个2阶强者的身体脱离掌控。倘若对方这一剑不是让我跪下，而是让我自杀，我能挡住吗？请前辈恕罪。该履行承诺了。撤军。妈呀，吓死俺了！10万人的压迫感还真不是开玩笑的。不愧是系统爸爸给的道具，就是牛，连2阶的大佬都能唬住。他叫流川枫，是一个穿越者。穿越过来时还是个婴儿，被一个老人从河里面捞起来。老人是个木匠，但在几年前亡故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个系统，不过就是有点坑，每1年才能签到1次，每次签到会获得一些稀奇古怪的技能或者物品，就比如刚才的100%空手接白刃，但也就那一下，根本无法造成伤害。但这个技能是成长型能力，挥剑100次，提供1点经验，经验值满了就可以升级。而就在几天前，他的这个技能也只能控住1个人。他本以为会就此平静的生活，却不想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，将这份平静打破。月初脚息，食肉喝茶，当真享受啊！可惜只有我一个人，要是能有个姑娘陪我就好了。我要长生不老，天下无敌，心想事成。我说我是个瞎子，你们信吗？果然世界上就没有掉林妹妹这种好事。跪下！你在做什么？这小子有点邪门，一起上！还是这艺术真好用，就是距离太远容易诈骗。老伙计，开饭了！这是他通过系统抽奖获得的另外一个能力，只吃尸体的食指，同时还可以反馈少量能量给他。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还是在中毒的情况下，看来活不久了。即使闻了这么多年，这味道还是这么上头。这葫芦也是他通过系统获得的，葫芦可以自己孕育一种可以解百毒的药丸，只不过味道汤臭。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么快就行了，不愧是武者。我身上的毒是你解的吗？是啊。用什么解的？我家祖传的9转还魂丹，要再来1颗吗？他当然不信，因为在他印象中，解毒药丸可不是这样的。感谢公子救命之恩，我叫赵玄洛，敢问公子如何称呼？在下流川枫。唉，你可知道救我会给你造成麻烦？我知道，但我也是有所求。妹子，你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那普通人未曾看过的一面。其实流川枫之前还想凭借着自己前世会背的那些古诗词，去官场混个一官半职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见一个人踩着一条蛇在天上飞，就打消了这个想法。都有人在天上飞了，谁还当官啊？只不过这么些年来，流川枫始终没有接触到这个世界关于超凡的东西，系统也没有提供过什么修炼的功法之类的，只有技能和一些道具。而眼前的女子或许是一个契机。其实当一个普通人挺好的。喽，人总是会对未知的事情有向往，平淡的生活过久了，总想找点刺激。把手伸出来。赵玄洛感知着流川枫的身体状况，没想到他气血极为浑厚，这令他震惊不已。
这浑厚的气血，相较于八戒的武夫也差不了多少。没想到一个普通人竟有如此浑厚的气血，可惜他的八脉只通了一脉，而且资质还很差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千年难遇的武道奇才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的，凡要修行之人，都需要靠八脉运转元气，但你的八脉有7脉堵塞，只有1脉开通，以后的修行会极为困难。那好消息呢？你自身气血极为浑厚，可以通过走武夫的路线，以气血开脉。只不过你双腿残疾，这条路也不好走。你不是残疾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之前摔断了腿，就一直坐轮椅，不过后面腿好了，只是觉得坐着舒服，不想站起来而已。我感觉你不适合修行。资质再差，总归是有办法的。我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的意思是，就你这么懒，不适合修行。你听我狡辩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以前不是没机会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我一定会很勤奋的。那我先跟你说一下修仙体系吧。修行路总共有4条路，可以走武夫、剑客、术师、古者，境界统分为9至1界，9为开始，1为顶。哦，我要当剑客。你气血浑厚，武夫的成就会更高一点。不，就当剑客。最后，在刘寸峰的强烈要求下，赵玄洛将准备教给他的拳法改成了剑法。练剑的武夫和剑客有什么区别吗？感觉拿着剑，我也可以说自己是剑客。剑客与练剑的武夫差别很大，想要成为一名剑客，首先得有一把灵剑，以血运剑，藏剑于身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了，如果你打算开始修行的话，你要准备很多药材，用来调理身体，我已经给你写下来了。50年的野山参，30年以的内灵芝，60年以内的何首乌，半年以下的幽花灵露血，10年的黑夜蛇皮，这哪是我一个木匠消费得起的？你本身资质就差，再加上你错过了最佳的修炼年纪，想要踏入修行，这些药材你都得准备。按照你的天赋，努力的话，应该能在10年之内跨入9界。这个时间会不会太长了呀？要不是你气血浑厚，这个时间就是50年。就这些药材，我就算倾家荡产，估计也就只能买1两株。对了，修行的人能活多久啊？看情况吧，有些倒霉的10几20岁就让人砍死了。我问的是寿命。修炼到1界的话，应该能活个200-300年，古者有可能会更长一点。武夫和术师最短命，有的时候估计等不到寿终正寝。为什么武夫和术师寿命要短？武夫需要打熬身体，磨练自身，要是没有及时调理的话，很容易留下暗伤。术师大多是因为占卜，容易泄露天机，反噬自身。这样啊。好了，剑法和药方我已经给你了，也算是我报了你的救命之恩。你伤还没好，这就要走了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追杀我的人没能找到你这里，或许是好运吧，但是迟早他们会找来的。我在这里多待一刻，对你来说都是致命的。其实你可以再待一段时间，追杀你的人已经被我杀了。公子，这玩笑并不好笑，以后你就按照我写的练，并不需要有人指导，就算会耗费很多时间，也终究能踏上修行的这条路。就知道你不信。这2把武器你应该认识吧？男人明明是个双腿残疾的普通人，却能一剑让修炼数十年的武者跪下，因为这招叫100%空手接白刃，是个概念招式，不分强弱，只要中招就得跪下。这2把武器你应该认识吧？赵玄洛当然认识这2把武器，正是追杀他的黑衣人所用的武器。难道那2个杀手真的是他杀的？可就算他气血浑厚，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怎么比得过经历修行的武夫呢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可都是8界的武夫啊！我敢救你，自然有所依仗。赵玄洛这才意识到，流川枫可能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而他之前拿出的那颗胖臭药丸，可能真的是解毒的。你先在这待着吧，我出去一趟，记住千万不要乱走。这院子被我布置了机关，虽然你是武者，但有些机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威力到底有多大。你要是没扛住嗝屁了，那我就白救你了。流川枫外出当然是为了购买药材，让自己也能修炼。虽然系统给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技能和道具，但他依旧只是个普通人，在这武者横行的世界，终究是没有安全感。老李头，客人来了，你都不招待一下？别人来我这儿，我指定以礼相待。你来我这儿，我没把你轰出去，都算好的了。他的腿断了，就是李老头接的。结果这家伙因为懒，坐上轮椅后就不想走路了。腿好了之后，也天天坐在轮椅上，这就导致街坊邻里一直以为他腿没好。于是所有人都对老李头的医术深信不疑。他也找过流川枫，让他澄清一下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家伙坐在轮椅上，挨个跟人说他腿好了，让他站起来走2步，可他就是不起来。最后越抹越黑。要不是跟你爹有点交情，我真想摸黑过去把你这混小子给抹了。哼！李老头，我是来买药的。
没有，我这里的药都是滥竽充数的，没药性，治不好人。你去别家，别来找我。我也想去别家呀，问题是别家卖的贵，就你这便宜。嘿，你个混账东西！要什么东西？要点金疮药，然后就是这个药方上面的东西。老李头接过药方看了一眼，神情突然变得严肃。混小子，你这药方从哪里来的？你知道这药方是做什么用的？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行医能力。要知道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还不是因为我懒。哎，你真的确定了吗？有些事情可不是你光凭努力就行的。虽然你有些小聪明，但这个真的很需要天赋。你给我整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老李头叹了一口气，回屋拿了几副药，一个小瓶子，还有一张药方出来。之前那个药方你就别用了，虽然效果是很好，但是以你的财力用不了几次。以后就用我这个药方，虽然效果可能要差点，对你来说够用了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一共3两银子。你这老家伙终于松口了。他知道面前的老李头不简单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老李头从未向他透露过什么，无论他怎么死缠烂打都没有效果。没想到今日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松口了。别在这上面投入太多，老老实实过日子吧。你没那个天赋。不是说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？谢了老李头。臭小子！回去的路上，流川枫看到黑虎帮的人在收保护费。黑虎帮跟其他那些恶意敲诈的帮派不一样，他们收了保护费，那是真的干实事。虽然说可能会多坑点，但绝不会把人逼上绝路。相比于其他帮派放个高利贷就要利滚利，逼得人家家破人亡，他们黑虎帮就是大善人。峰哥怎么有空出来逛街了？你们收保护费不都是固定日子吗？我记得好像还要个几天吧，怎么提前了？是这样的，峰哥，金刀帮发布了悬赏，让我们找一个女人，不管死的活的都给1000两，就算只给消息也有100两，但要是有帮派隐秘不报的。这个金刀帮这么嚣张？金刀帮可是巨北城中最大的帮派，人家可不像我们这样小打小闹，干的都是大生意、大买卖，一个小指头就能碾死我们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们小心些，毕竟有些钱不是那么好挣的。我明白，谢谢峰哥，我送您回去。老大怎么对一个残废这么好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条帮规是什么吗？不能招惹老管家的木匠，凡是违规者，打断双腿，逐出帮派。他就是那个木匠。另一边，路走到一半，流川枫就没有让二虎送了，而流川枫手里那几大包药，二虎看到了，写有金疮药的小瓶子，他也看到了。看着流川枫的背影，二虎陷入了沉思。他想到了几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一直跟他们是死对头的恶暴帮，10几位罪大恶极的主要成员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也就在那天晚上，他看见了流川枫从恶暴帮的院子里出来。当时他还以为流川枫是去送礼，可当恶暴帮那10几个人消失的消息传来后，他就隐隐猜到了真相。相比于别人猜测的绑架、暗杀、抛尸，作为见证者的二虎想的更多。铁蛋，我有事要去办一下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干，听到没有？大哥，什么事要你亲自去办？要不我帮你。我去吹香楼用你帮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这里我能办好的。铁蛋看着二虎离去的背影，等待二虎彻底离开了他的视线后，那个谁给我过来，我有事情。